感謝86796以及粉絲們的支持，非常感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風琴友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準備好雨之國結束呢？今天我們來聊一聊雨之國混沌終焉進入哈帕迪之前要注意的事情，以及原初之星檔位推薦吧。由於大家比較在意原初，那麼這裡就先從原初之星開始講起好了。老樣子，下面我所說的原初之星檔位是你在星象合約中的數量，而不是當前賽季所獲得的原初之星數量，不要搞混了。雨之國養成評分，想要拿到 SSSS 評價，最少需要在當前賽季的養成中獲得2426原初之星，加上送的65顆原初之星，總共是3346原初。這裡拿龍之國結算時候的920原初之星作為已有數量來計算，我會推薦所有平民玩家盡可能在星象合約中達到至少3440的檔位，再低就是2880了。基本上這個檔位是前面賽季沒有拿到 SSS 評價的玩家推薦的數量。當然實在不夠也沒關係，因為大家可以通過藍天手遊代儲，讓自己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原初。那麼這邊跟大家推薦藍天手遊代儲。藍天代儲是一家多年老店，官方4万多人以上，數字王100萬保證金的商家，便宜、快速又安全。現在找藍天儲值，仗劍傳說報上風情推薦，原價3290元的9999加500代金，只要2700出頭就有，其他品項也都有天價和多種支付方式哦。下方有詳細資訊，有需求的可以使用。另外，不管你是大佬還是萌新，都歡迎加入這個仗劍 LINE 討論群，歡迎大家進來討論攻略。LINE 群不定時舉辦各種抽獎活動。如果你的有原初檔位是3300的翻倍，那麼我強烈建議再花點資源，達到3440的門檻比較好。如果你只是3160或者以下的話，就算了，5%的宝石獲取也挺不錯的。當然，如果有更細節的需要，歡迎加入我的 Discord， 鏈接會放在簡介和評論區。由於陸服玩家大肆宣揚囤資源的概念，所以如果你有囤大量資源，為下一個賽季做準備，那麼下一個經驗獲取加成，也就是4040的檔位，你可能會比較難達到。這裡就提一下新賽季要囤的量吧。哈帕迪起始160級，190級開放新寶石孔位。陸服預估需要預留750萬粗煉石、200萬石之沙，以及2000萬金幣。這個量有點高的過分了，我自己不準備囤那麼多，大家的話就看自己吧。這裡就不推薦，應該囤還是不囤了。我目前在制作這個影片的時候是3761原初之星，但是我還有近4000的秘境沒有使用。如果你希望下個賽季初可以領先一大步，我這裡建議氪老玩家達到3440的門檻的時候就可以停手了，然後根據自然上漲的等級和刷深淵本後續額外消耗的資源數量，去在最後判斷是否需要拿3590的門檻。如果要衝榜的話，不考慮原初。重要的事情說3遍：衝前3的玩家不考慮原初檔位，衝前3玩家不考慮原初檔位，切記。當然，如果你是穩拿前10的玩家，為了打進深淵而不得不花費資源，最終超過3440檔位的話，我這裡推薦可以拿3590或者3740，但是不要再超過了。2%的翻倍幾率實際上沒有想象中那麼好，甚至不如寶石獲取率來得穩定。頂氪老拿4040應該沒什麼問題，但是我這裡不太建議拿4680的經驗加成檔位。因為這640原初之星所需要消耗的資源數量是巨大的，可能會導致你在下一個賽季開頭的資源數量不夠。這裡也不建議頂氪拿4200或者4360的檔位，因為這2個都是能用錢來解決的，不需要花費大量資源去刻意達到。裝備的話，老樣子依舊是3金2紅，儘管深淵大幅度減少了神印裝備的獲取難度，但是實際上不需要任何神印裝備也能穩定拿 SSS， 甚至運氣好的玩家帶個藍裝都能穩定滿評價。相對於龍之國來說，親民了不是一點半點。不過對於衝榜玩家來說，依舊是越多神印裝備越好。儘管在裝備養成這一塊已經顯示滿評價了，但是每一個額外的神印裝備依舊能提升你的賽季總評分。所以該在拍賣行淘裝備就去淘裝備，該去交易所買碎片就去買碎片。想拿前3的玩家也建議拿全套神印。
不要到時候還差30秒就進入新賽季的時候，突然你腳下的某個玩家多了一個1000分跑到你腦袋上了，那真的是紅溫都來不及。防偷榜的攻略我也有製作，有興趣的夥伴可以去看看，鏈接也會放在簡介中。如果你不打算拿稱號或者不追求前3，那麼多出來的神印裝備以及碎片可以考慮在最高價，也就是1500晨星10片的時候售賣。等降到低於1200晨星10片的時候，再買一些拿時裝，多多少少還是不虧的。你可以根據後續爆裝或者剩餘的碎片數量，考慮再回購多少碎片。那麼這一期的宇之國境哈帕迪的原初之星檔位推薦就到這裡了，後續也會跟進哈帕迪的賽季攻略，並放在這一期影片的簡介當中，有需要的夥伴可以給個訂閱。謝謝大家的觀看，那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